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有进柜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，这个化妆品掉下去就把盆砸了。这个视频一定要互相转发，告诉自己的朋友，因为砸一个盆换一下要好几百。业主还不相信，只能现场给他模拟一下。说一切到一万，这个盆已经烂了，那只能换了。而且这套柜子呢也比较复杂，因为这边有一个洗衣机，所以上面的两个台面呢全部都要拆掉。和业主聊天的过程中呢，才发现原来这个盆已经换过一次了。我们这一次换呢，已经是第二次换了。怪不得这个挡水条这么好拆呢，估计上一个师傅已经领教过了，所以在里面没有打胶。水龙头碍事儿，拆了水龙头，我们再拆这个台面就好拆的多了。这个台面的材质呢是石英石，而且还是加厚的，它不是现在的岩板。近距离来看一下背面啊，这个盆砸裂的位置。如果有中心点，然后向四周扩散呢，这肯定是受伤砸的。这个陶瓷盆我敢这么砸呢，也是有原因的。第一，它台面是石英石的；再一个，这个石英石是加厚的，石英石它是有韧性的。如果现在的岩板可不敢这么干，岩板谁敢这么砸，那肯定是个土财主。这个盘拆的也很轻松啊，就因为这个胶的质量不是太好。之前他用的是结构胶粘的，这个结构胶在市面上应该卖个10块钱左右。这个就像我们的白面差不多，比白面强不到哪儿去，没有一点韧性。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买结构胶10块钱的还真不能买，怎么也得花个20多。盆现在是拆除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结构胶呢做一个清理。如果这样直接粘的话，那也没什么保证。先用角磨机呢把这些残胶全部都打磨出来。新买的盆和之前那个盆呢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其实做台下盆大一点比较好。现在这个台面感觉都压不住这个盆，这个盆边呢还漏了这个陶瓷，这样对我们安装这个盆呢要求就特别高了，所以尺寸上一定要精确，一点都不能差，不然的话太丑了。这活不精确到毫米的话，等你粘好了翻过来，可能就是一个惊喜，既惊喜又意外啊！再重复的核实一下两边的尺寸，尽量不要差。粘盘呢，我一贯用的是玻璃胶，好多师傅评论区说你应该用结构胶。其实有玻璃胶和结构胶呢，就有一点冲突了，而且带着也不方便，习惯用玻璃胶了。好一点的玻璃胶粘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而且我们一直都是双重保护，外边呢还要来一圈永齿胶。这个固化剂它是一个红盖的，这个红盖代表了一个啥意思呢？这是冬季用的固化剂，这个固化剂的固化速度特别快。如果我们夏季的话，这个盖子是一个蓝色的，所以选择固化剂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。我们拿错了，就拿了冬季的。冬季的话，我们就少来一点点就够了。哎，这个就够了。都说杀猪杀屁各有各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只是适合我，也不见得大家非要这么干。我用永齿胶的目的呢，就是让它快速的固化，这个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安装试水。哇，一支烟的功夫，这个胶差点就干得铲不动了。几分钟的时间呢，已经固化的杠杠硬了，这样不影响我们安装，搬起来就能上。这个盆呢已经坏了2次了，业主应该吸取教训了。刚才我已经给他演示了，在陶瓷盆的正上方呢，进柜里面尽量不要放那种玻璃瓶的那种化妆品，然后让它放到另一边去，不然这个盆用不了多久还得给它砸坏了。毕竟换一个盆的成本也那么高，少说也得几百块吧。这个视频分享出来呢，也有2个好处。第一呢，对于安装工来说，我们可以互相学习这些换盆的方法。对于业主来说呢，我们可以避免家里面的这些盆啊，万一被砸坏了，提前避免。最后呢，我们在陶瓷盆的里边呢，也打了一圈胶，给客户上了一个68块钱的高级防霉胶。现在我就可以试水了，但是我告知客户今天不能用，
明天再用。好了，卫生也收拾干净了，我们这个活就齐活了。老铁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拜拜。